要带你见我太太，我要让她知道你的存在。嗯。朱展辉，老婆，不是你想那……朱太太，你听我，你知道我是谁，还敢搞我老公？你误会了，她是我女儿，祝君豪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是刚刚才跟君豪相认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你别生气了，老婆。我也不想生气，你突然告诉我你有个女儿，你希望我怎么反应？我知道，当我知道有个女儿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说。既然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你能不能体谅我？我今天知道你有个女儿，已经是事实，改变不了。你明白就好了。不过这一刻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我今晚跟儿子睡。普洱啊，公司订来送客人的，我特意给你订了一盒，试试，很好喝的。君豪呢？他不在家，你找他有事啊？哦，佩奇啊，他买了2个包包，用都没用就说不要了，都是新款。来看君豪要不要？不用了，他用来用去都是那几个包，你给他也是浪费。让君豪自己选吧。我回来了，我有点累，不吃饭了。君豪，沙华姨来了。沙华姨，君豪，眼睛怎么红红的？你的脸怎么了？看看。对呀，整张脸都红了，怎么了？刚才爹地去我的画展，没想到他太太也去了。那女人打你啊？他太生气了，以为我是坏女人。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。痛不痛啊？一会儿叫文初拿冰块帮你敷一敷脸。Q 姨啊，你说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爹地啊？我怕他跟他太太有什么误会。当然别打了，如果他们正在吵架，你打去刺激他们，打起来怎么办？就算他们只是在冷战，你希望你爹地怎么回？要不我发个短信给他，等他有空再回复我。那有什么区别？就算有时间也没心情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他们夫妻感情啊！我当初就是担心这件事，所以才不让你们相认。现在又不是多只狗多只猫，多个女儿，你以为每个女人都可以接受吗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去后悔也没有用，不如想想解决办法啊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跟他们谈谈。不过你最近呢，先不要去找你爹地，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。谢谢你，沙华姨。你有什么消息就告诉我。嗯，你早点休息，别让 Q 姨和文初担心你。君豪，哎，来了，放假？不是，在附近做完事就过来了，在忙什么？没什么，好几天没来看小鸟了，我有点想他们，就来看看他们。愿意出来看小鸟，看来你心情好多了。是啊，已经好多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朱 uncle 有跟我提过，他跟他太太怎么样？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不过你放心，朱 uncle 跟我说他有信心能够处理好，叫你不用担心，过段时间就会来找你。我也明白，如果你看见他，帮我跟他说不用担心我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爹地妈咪呢？他们好像快回加拿大了。是啊，下个星期就回去了。那你要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。这几晚呢，我都陪他们吃饭聊天，好像把这么多年没说的话一次性全说出来了。那很好啊，看到你们解开了心结，我也很为你们开心。啊，对了，他们说临走之前想见见你和文初，要不我们约个时间吃顿饭啊？好啊。搞定，刚刚帮你们网上 check in 了，我们不用急，可以慢慢吃。妈咪，吃个虾饺。乖。这次回来除了找到那辆玩具车，还找到了我们一直疏忽的东西。我们能够一家团聚，我想小杰在上面看到了也会为我们开心的。谢谢你们啊，君好，文初。不用客气，李信是我们的好朋友嘛，朋友之间呢是要互相帮助的。那我们回加拿大之后，就拜托你们2位
帮我们照顾李信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Daddy 啊，别搞得像托孤一样。哎，我帮你倒。会不会太浓？要不要加点水啊？不用了，可以的。尝尝虾饺，很有名的。好啊，谢谢。立信啊，你不停地加东西给君好吃，那文初呢？文初也要吃的，你不给他加点儿？不用了，我饱了。以后有时间，你们两个去加拿大，我们带你们去看瀑布，很有名的。啊，没错，君好，尤其是你一定要去。我们那边有很多美术馆啊，还有画廊啊，很适合你。好啊，立信，到时候你一定要给他做向导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再见？你知不知道，刚才妈咪在入闸前紧紧抱着我，我想他们应该很快会回来看我，再不然我过去看他们也行。一家人可以团聚，真好啊！你也可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保重。你总是带着它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个哨子是我妈妈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一定会等她回来，亲自吹给她听。我看君好和 Q 姨好像也有一个。对呀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，是我们之间的暗号。这个是你在哪里？这是我在这里。还挺方便的。有时候有些不方便说出口的话，我们也会用哨子去表达。那我喜欢你怎么吹啊？过！转身过，投篮！哇，好厉害啊！你看我家小贤多厉害啊，比那些一流球星更棒！哇，传真！哎，你光知道在这儿叫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亲自上场去教他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回去开豪壳吧。嘿嘿，每天呐就知道拿这个手机左看右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玩偷拍的变态老头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这是我孙子，我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我睡着看、睡醒看都可以，你管得了我？那倒是，只可惜不敢让儿子知道你在看。那我女儿海琳就不一样，又乖又听话，凡事有交代，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。我要找她呢，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厉害厉害！当然，你女儿上着课、睡着觉、做着梦，都起来接你的电话。那可不，你不信是吧？表演给你看。喂，海琳呐，在干什么？马上到家了。对了，我买了台电暖炉。电暖炉家里有啊，干嘛浪费钱呢？家里那台有点坏了嘛，最近天凉就买一台喽，特价有7折。哎，不说了，快到了，就这样。听见没有？怕我着凉，特意买台电暖炉给我。哈，真是，这个女儿真是太乖了。嘿嘿嘿，厉害了厉害了！电暖炉啊，你每天吹得你身上长痱子。嘿嘿，不要羡慕，也不要嫉妒，你羡慕不来的。哎，是时候应该快到了，我去搬电暖炉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我高兴啊！他们没这么快回来，所以呢，先去黎记那里喝杯奶茶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刚刚才喝完，你是不是脑退化呀？不是啊，我的肚子有点不舒服。陪我去厕所。如果搬不动，不要勉强，记得找人帮忙。哎呀，好闪呐！我被闪瞎了。杨叔，爸，你敢搞我女儿？他没有爸。你闭嘴，跟我回家。其实老杨对佩坚没什么意见，他只是爱女心切。给他点时间，他会接受你的。糟了 ，Q 姨，海林说杨叔一回到家就一声不吭摔门进房间，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，这次一定很生气。要不我去跟他们说清楚，我和海玲早晚都要面对的。哎呀，不行，现在杨叔连海玲都不理了，你觉得他会理你吗？
你现在过去，只会让杨叔更生气。你现在过去，他会像开生蚝一样开了你。但我不能抛下海玲，让他一个人面对的。给杨叔一点时间，他是明事理的人。杨叔一直把海玲捧在手心，现在拍拖这么大的事，竟然不告诉他，他心里肯定生气。我想，他气消了就没事了。喂，还要去哪儿啊？坐下吧，来，走。别急啊，2份披餐。收到，2份披餐。杨叔，凤姐，昨天的事我们也听说了。佩坚和海玲瞒着你们拍拖是他们不对，不过他们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看开点吧，海玲都这么大了，谈恋爱交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呢？要不这样，我叫佩坚亲自向你们道歉，给你们出气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你怎么了？10问9不答，他们2个就是怕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听，哄不好。你们都知道他们拍拖，只有我们老2口不知道，你们合起来骗我。就是因为你固执，所以你女儿才不敢跟你说。你女儿长大了，要结婚要生孩子的，你死盯着她，盯到多少岁啊？我只有1个女儿，不盯紧点怎么行啊？我真是搞不懂你啊！佩坚有什么不好？高大帅气，有钱，条件这么好，你都要反对？有钱了不起，有钱人最喜欢玩女人了，哪有1个真心的？哎，佩坚不是，他对海玲真的很好。只是今天啊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将来怎么样？有谁知道啊？还有啊，他们家靠什么起家啊？他们是什么人？将来连累我女儿怎么办啊？老公啊，够了！别吵，还没说完。还有，只要我活着，我绝对不同意海玲和那臭小子拍拖。喂，你够了啊！骂人骂得这么难听，你管我啊！我自己的家事，外人少插手。我是怕你中风啊，搞得你女儿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儿子多久没来流浮山看你了啊？说我，哼，老顽固，野蛮人，几十岁都看不开。不好意思啊，Q姨，别这么说，我们不好意思才对。你快去追他，快去。Daddy， 我想喝汽水啊！等一下，我好渴啊！哎呀，小钱，阿东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了，就顺便看看他打球。喂，别只顾着看手机，要盯紧孩子。你没事跑出来干什么呀？万一受伤或者迷路了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经常来这里的。哎，别说这些了，有时间吗？带他吃个下午茶。他很忙的，改天吧。小钱，跟爷爷说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哦，拜拜。走。信上说什么？这封律师信是万华盛世那边寄来的，他们说股东之前接了他们一家餐厅的装修工程来做，但是股东用了跟合约里面不一样的防火物料，现在要告股东，还要他赔偿餐厅延期开业而带来的损失。有没有说要赔多少？1000万。阿东，我找过你很多次了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我很忙啊，你又跑出来干什么？我捡到你的信啊！万世光的公司告你这么大的事，你都不跟我说，干嘛偷看我的东西？到底怎么了？都怪这个分包商，订货的供应商给错防火物料，
粉帽商不看着装上去，要不是发生场小火灾都不知道。你有没有跟人家说清楚？我说了，人家不听。现在要你赔1000万，你怎么赔？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你别罚我行不行？阿东，阿东，我去银行问问吧，看看房子和店铺能贷多少。我有叫你帮吗？你别管了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不管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有没有管过我？没有，现在才来管我，会不会太迟了？这次也不用你管，我只是想帮你。你想我怎么帮你？你不如直说吧。你真的想帮是吧？那你直接去找万世光夫妻俩谈喽。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们。如果我说2句就能帮到你，我马上去。是啊，你不行，但是 Q 姨可以吗 ？Q 姨和万珠沙华是母女，一定给她面子。咖啡，谢谢。不好意思 ，Q 姨，刚刚才打完电话。没关系。对了，君豪怎么样？那傻丫头是有点不开心，不过她更担心你和你太太的情况。我最近没跟她联系，她有没有怪我？她很明白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沟通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君豪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冰心说，还串通沙华，试图瞒着她。沙华？沙华很好啊，她不介意我利用她撒谎，平时还介绍朋友给冰心认识，说帮她尽快适应香港的生活。你的意思是整件事沙华都知道？是啊，那天原本说的是跟沙华一起开会，但是被冰心发现，沙华去健身了，没跟我在一起，才穿帮的。无缘无故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？有些事不能在电话里说，更不方便在外面说，免得被人听到。你跟展辉太太很熟吗？见过几面。怎么？他来找君豪？展辉之前是不是找你帮忙瞒着他太太？你想说什么？展辉全都告诉我了。那天他找你帮忙瞒着他太太去看君豪的画展，最后还是穿帮了，是不是你告诉他太太的？又不是我带冰心去的画展，他自己找过去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展辉说，冰心是看到你做运动之后才知道展辉骗他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知道？我是答应跟展辉一起瞒着他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难道我为了帮他连门都不能出吗？本来他们2个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但是事情发展成这样，你就没想过他们有可能会离婚吗？就算我什么都不做，事情早晚都会穿帮的。你不是希望他们父女相认吗？难道你现在又希望他们相认了却见不得光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君豪啊？他被冰心打完之后，还担心会不会影响他爹爹的家庭。你呢？你那天故意来看戏，还在这儿说风凉话，让他觉得是自己的错。你的意思是我想害他？我是他的姨妈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像你姐姐。你气你姐姐当年抢走了祝展辉，你不服气。好了，现在君豪要认他爸爸了，你就想来搞破坏。我好端端为什么要破坏他们？因为你想看到君豪不开心，就好像看到你姐姐不开心。你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姐姐被别人打1巴掌。当年被打了1巴掌的人是我，你特意叫我回来骂我，就是为了君豪。你永远都是为了姐姐和她的女儿着想。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我？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在你的世界里，你只有你自己。是啊，因为姐姐永远是对的，她永远都是最好、最棒、最乖的，我永远都比不上她了，因为她已经死了。沙华，沙华，我去你公司找过你，但是你秘书说你没时间。我很忙的，不是什么人都有空应酬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有要紧的事想找你谈，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好啊，我们坐下聊。